嗨，大家好，我是吴前虚，我是老大。今天又来到了云开箱的环节。没错，大家知道最近有哪一台猎鹰机其实还算蛮滚烫的吗9月20号预售的那一天。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说这次本部 Lab 它有新推出的这个机器，其实中间我们漏掉一台，中间我们漏掉一台，不管是 P1P 卡 P1P 我泵们有啊， X1 卡泵，我们其实还有再漏掉一台，就是 P1S， 对。但 P1S 的升级幅度并没有很大，所以我们其实当时我们想说未来有机会再去介绍。那这次它其实有推出一台叫 A1 Mini， 对，这一台，可以看到在荧幕上的这一台呢，可以看到它其实它的整个套件组，它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多色猎鹰在里头。然后这应该是本部在近1年来第3个大创新，对，它这1年来已经上了很多新的机器了。对，但我感觉起来 P1P 算是卡泵，就是 X1 卡泵的阉割版，然后 P1S 算是阉割的升级版，但是 A1 算是全新系列，因为它整个主体架构都是一台全新的机器，不管是它的一些功能什么的感觉也是从 P1P 啊或者是卡泵上面下放下来的，移植过来的。对，但是我觉得它的逻辑上，你看这个概念、这个造型，你不觉得很像他很喜欢打的一个死对头嘛？对不对？对，这看起来其实比较像是 Prusa Mini Plus 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就单纯从这个地方来看，就知道很多地方不一样。第一个是 Prusa Mini 它没有多色猎鹰，那你看它，我其实不是很知道，但是它的设计是这样，它的多色猎鹰好像都是以4为单位。以这台来讲，看起来是啊。对，然后你看它是4个线接到这个喷头上，所以它其实是近端竞料的机器。对啊，因为它 extruder 那边还是有一个急抽轮，它是近端竞料的机器，但是你看它上面一个喷头上面挂4个口1接4。对，这个像不像什么？像是 Prusa MMU 1，就长这样。MMU 1就长这样。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后面再附个图，大家看一下对比。他有说过，就是这样子的 AMS Lite 跟 AMS 比起来，就是它不用回抽到后面再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差蛮多的，它速度会快很多，但是它的喷头就变得很重，上面就挂一堆线头。你说它的可升级性其实比卡泵少，因为它只有4色，它不能再上去了。但他也有说它的速度也很顶，速度也很快。对，Bench 14分钟。好，那我们就先往下看它的一些重点。那我们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讲，我们通常是会先看影片。对，那我们来看影片咯。说一下。看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些重点。线轨。没有，你漏掉第一个。好，第一个是 logo。不是，哎，看东西要看细节啊。触控萤幕，触控萤幕，我以为人家说特别重要。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现在 Prusa 全系还没有上触控萤幕，有触控萤幕的硬体，就是没有触控萤幕。今天 iPhone 如果没有触控的话，它就是没有触控萤幕。它有这个硬体没错，但是它没有上触控萤幕。iPhone 有 Type C， 它也有 Type C， 然后再来是这个轴承是线轨，有吗？应该没有。但 CNC 有在用线轨啊。对，CNC 都会用线轨。这个是我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设计，你不觉得很像是万花筒吗？不是写轮也是万花筒，是万花筒，它已经直接开到万花筒，这很像是那个翻的轮幕，就长这样，你有味道了，有点这种感觉。多色猎鹰，而且它专注的目标族群就是 easy to use， 就它其实是 beginner， 对，它拿到的东西是即开即用。其实这一点跟它的整个系列都是这样啊。对，就是你打开之后插上去之后，它是 plug and play， 就是你拿到之后插上电源，逻辑上就可以开始跑。然后应该会特别提到这个原因，是因为它主要是想要告诉你说 Prusa 的它是 semi 的组装，所以你到现场还要再组装一下。它是要给 beginner， 就是入门的人用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会在那个本部 A1 Mini 上市的时候，或者是在预告的时候，下面留言说这是一个 toy，这不是我们要的是 tool， 不是 toy， 然后类似这种感觉。它要工具不要玩具的意思。对，所以他们好像主打的比较像是新手，然后第一台机器的这种定位。所以它会很像玩具吗？那我们可能接着看。这个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是蛮重要的，
以家用机来讲的话，成熟家用机至少都要有自动校正的功能。以这台 A1 Mini 来讲，它整合了很多我觉得好的校正功能，好的算是校正功能没错。对，因为以前都会说有什么断料侦测什么的，但那是一些基础功能，我觉得。对，它现在是整合了很多像是 Z 轴的校正嘛，调频。对，然后有一些震动什么的，它后面会提到。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自己觉得，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它是用喷头去点，所以它一定是压力侦测的系统。那这种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很多机器都有。像是马克4嘛，Prusa XL，以前我们介绍的 BQ 也是用到压力侦测系统。然后 P 系列也是。P 系列也是。P 系列是 P1P 是不是？对啊。对啊，那就是卡泵 P， 它都是用这个压力侦测的方法。然后这个就是守成完美，如果能这样就是完美。对，通常你买到了之后，前几次印都涨价。流量侦测，好 ，slow calibration。这个功能其实就是他在介绍 input shaping。对，就是他介绍在卡泵跟 P1P 的时候就有这个功能。对，在卡泵跟 P1P 上面都有，就是这种震动补偿，也是。你可能在 volume 上面的 input shaping 那种快速列印的时候会出现的这种抖动纹路。然后流量校正的部分，其实如果你有买过 Carbon 或是买过 P1P 做差别，你就会发现，其实，在 Carbon 上面它是有LiDAR去做自动的这个流量校正。对。但是在那个 P1P 上面只有手动的流量校正，你要自己印一块板子上面的线条，然后要去看它的 K 值什么的，然后做流量。对，其实主要讲就是用他们 sensor 去读取了。但这边的话，它看起来是可以自动可以帮你看，所以这点其实就还不错。所以它的流量校正后的结果就会像右边一样，就是相对的漂亮。其实这图我觉得有点神秘，就是你看左边那个角，它是有点圆角，就是东西太多了吧。就是它这边是有一个圆弧下来的，这边是直角，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印同一个东西，感起来可能不是印同一个东西，但它想阐述的事情是它的出料比较顺，右边比较顺，左边是比较不顺。会不会也是有一种故意做的很漂亮或很丑的感觉？有可能，因为左边那个圆角，那时候我看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不把它拉直呢？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功能，就是你看它把写轮眼放在那边很清楚，你就会看到写轮眼。人家现在这边要说的是快拆式的喷头替换，这个其实方便很多。就是如果你但凡有换过一次喷头，哪一台机器都一样，你就会发现其实有没有模组化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几个礼拜前在讲马克思那支影片，应该就是上一支影片。对，我们在讲说马克思那个快拆喷头替换非常棒。对，本部感觉也要跟上。对，但其实他们早就有在跟上，因为他们已经跟上了，只是之前的还没有更新，但这一代的开始更新了。之前的可能没办法更新，它原本的设计是不太可能换成这样，但是新一代会有 Carbon Plus 之类的，对，它新一代的可能会有，但是旧的可能已经没办法升级成现在这个样子，或者是有一台传说中的什么 S1E 之类的，说不定会做成这样。对，那它这个的东西，它的好处就是换喷头相对来讲是快的，但是它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一定要降温，因为它感觉是要拉开之后把它拿出来。之前那个马克思的那个从侧面拿嘛，所以你可以拿的地方是上面那个不是热端，它可能相对来讲比较不动它，但这个就是你要直接拿加热块的地方。但一般在换喷头，你应该都会降温，要把料拔出来之后再降温。但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热豆腐。其实它握的地方也是散热端的，那边其实说不定大概60度，也是手可以接受的温度范围，大概1分熟。发烧的感觉还好啦。这个地方我觉得相对蛮有趣的，就是它里面是有放一个分贝计的，它自己会跟你讲说太吵了，它可以自动帮你去降掉这个声音，就是它有一个主动降噪的功能。对，但它并不是耳机的那种主动降噪，它是主动侦测发现太大声，然后降低环境音量，降低自己本身机器音量。所以有几个就是首先那个有很多外国已经帮忙开箱的 YouTuber 也有提到这个，然后他也觉得降噪功能其实还不错，代表这台机器实际列印的时时候应该噪音 3D Printing Nerd 还有很多那个 CNC Kitchen 都有开过。对，就是我们光看到至少就有三四个开过这台机器。他们说其实列印的时候应该是真的蛮安静。他自己讲是多少？48分贝。
对啊，48分贝真的就很小哦，就比人讲话的声音还要大声，还要小声，小声，比马桶冲水还小声。这件事情其实在讲说，他如果今天扯那个线扯不动的时候，他会有个压力侦测告诉你说扯不动，就是比较高级的断料侦测。现在是有一种卷料卡料。以前断料侦测它侦测的是有跟没有，所以它用的通常是不管是纤维开关或者 IR 侦测，有过去就是有，没有过去是没有。然后它现在这个就是它是拉力感测，对，它等于是它是这个数位式的，它的连续监测，它会监测那个数据值，譬如说压力太大了，拉不动了，它就停下来。但这个东西其实在 AMS 上就有了，对。但它这次它把这个功能是放在刚前面有看到，它是有一个上下伸缩的，那它这样的话，它就比较能够去避免到这个，就是在那个一进式的那个头下面一点点，对，它可以知道说这个料可能现在压力很大，进不去。那它并不是说如果你的线材卷有纠结的话，它可以帮你处理掉，它只是暂停让你继续处理而已。对啊，但这样其实就还不错了。其实这个我当初看到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我觉得它是好看的多色猎鹰的系统，比 AMS 还好看。它看起来比较像插进去比较方便，它看起来像艺术品。然后侧边的进去的那个卷感觉也蛮有趣的。我看别人开箱，上面是一头是绿色的，一头是黄色的，然后你要对准各自对应的放 spool 的地方，然后把它插进去，这样。就是我只是觉得说它本身好，我的关注点就是它本身设计还蛮现代的感觉，流线型。我有看过有网友批评这个部分的唯一的缺点是太大太占空间了。多色猎鹰弄这样，你把它想象成你花了大概15000买了一个装置艺术，放在客厅显眼的角落，就跟有人会买 MacBook Pro 摆在桌上一样，不一定要会用，也不一定要能开机，但就是要摆着好看。但这个就是一个功能，还不错。我是觉得你都买多色猎鹰，要有多功能的又便宜了，占一点空间也是蛮合理的。对，毕竟你要想象它挂了4个线材，对，它体积再小是能多小？这个蛮可爱的，它是卡进去的。但我原本用肉眼看的时候，觉得看起来好像会松脱的感觉。但我看好像外国 YouTuber 在测试的时候，好像卡得蛮紧的。这是传统异能的，就是他卖的线材都有 RFID 的这个芯片，他会去读取说这个内容是什么，逼它里面的像悠游卡的东西。对啊，它就是你如果买白色，它放进去就是白色 PLA。然后它参数都设定好。这边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它说猎鹰的时候，你东西假设设定好什么的，你可以直接在荧幕上面点，可能你要第一个绿色就直接点它的颜色，就可以直接猎鹰。就是选颜色的时候很方便的。对，这个其实在 Carbon 上也可以选颜色。我知道，对，但是 P1P 上就不行，因为主要是它没有触控的功能，可能也是有，但是你不好点。这样 P1P 你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大家不要这么痛苦。连手机，你在手机上直接去操作猎鹰就好，也可以。对，就是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机器上面直接可以，那个爽感还是有差别。对，但至少 P1P 还有手机。你想嘴谁？连手机都不行。这个我觉得有趣，以前是自由落体，现在是弹射。新一代的大便喷射器。对，它弹射，它会把它的废料用弹射方法打出去。你看很多那个 YouTuber 在开箱的时候，都会发现缩时的时候旁边开始狂喷。对啊，有些比较有礼貌的会拿一个箱子装，一些比较狂野的就会摆在桌上这样。其实有一部分蛮舒压的。对，但我觉得它这个东西里面一定也是它每一次换料的时候都必须要去撞击到某个地方，然后用刀片去把它里面先切断，然后再换新的料。反正你如果真的有了解到 Carbon 跟 P1P 的操作系统的话，有可能是那样子。它通常都是这一套逻辑，因为他们开发下来还蛮成功的。这个 Maker World，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一套介绍里面，我觉得可能最
最重要的革新，就是它像 Prusa 跟 LTMaker 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它开始建立自己的资料库了。它也要把人家像 Prusa 上面的 printable 直接搬过来，也不是搬过来，它要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 printable。对，就是 LTMaker 是有 ThinkVerse、LTMaker、Cura， 它是一个系列的。然后 Prusa Printable、Prusa Slicer 一个系列的。那 Bamboo 现在也是创立自己的系列，就是 Bamboo Studio 跟这个 MakerWorks。那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它可以线上切片。它特别的点就是你要这个 model， 你直接点了，可以送到你的手机或者送到你的猎鹰机上面。对，然后应该是说从手机直接送到云端，送到你的猎鹰机，然后直接列那个 model。对，所以我在猜想的一种可能，大家可以把这个工作流简化成我在 iPad 上画图，画完图之后呢，我想要切片，但是我现在没有电脑，所以有一个简单操作方法，就是我先把我的画好的 STL 档上传到它这个云端里面，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可能是老虎钳的一个资料夹，然后我把我东西上传出去之后，虽然会公开，但是你就可以切片。那你切片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丢到这个 A1 mini 上面去印。我觉得好处是把列印这件事情简化，然后从电脑端解放到移动端上面就可以使用。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这台机器觉得最大的革新。我觉得这点就蛮有趣的，因为好处在于说，你甚至可以不用到现场，你可能爬山爬到一半，只要有网络，你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而且可以夺色哦，因为旁边有挂嘛。对，因为你买的是 A1 mini 加上不是我说它切片的时候就可以夺色哦。对啊。对，这个运算等于说你把电脑的运算力也直接解放掉了。如果你原本用的是文书机，你可能切不了。首先，这个好像是要靠那个 beta 版本的软体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就是现在还没有一般的版本。对，再来的话就是，其实好像不止 A1 mini 可以这样做，它可以跟其他的先前的机器也做到一样的事情。对，但重点是这个功能很好。重点是实际用起来是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等未来超过。对，我们可能不一定会体验到 A1 mini， 但是这个功能出来之后，我们也可以在 Carbon 或是 P1P 上做实验。对。但它真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今天买的是文书的笔电，那我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你不用说我为了要切片再去换一台新的电脑。对。好，看完了。那我们开始进行这也不是很算要把影片关掉哦。对啊，这也是。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实质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他所有的摄影拍得很漂亮。对，就是帅嘛。对，所有摄影很丝滑，这真的很丝滑，要拍成这样是不容易。对。那它真正重点在于多色。那我记得你现在买的时候，它预购有送4个模型1/4，后面会有。那我们接着看，往下看。他写如果要送的话是这4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有灯是一样的，然后不然就是滑鼠的壳，然后再来是这个发动机，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只有第一个、第4个是一样的。对，我记得有滑鼠壳跟这个发动机啊。对，我看到的 YouTuber 用的都是滑鼠跟灯，然后这个很强，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猎鹰机唱一首歌，主要是用里面的，他说的是转换成 G code 的方式，让马达发出那个声音。可能有人会有兴趣，但至少在这个部分，我觉得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仔细看一下它的那个刀片坐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功能。它是向左边撞击的时候会把刀会把那个线材切断。对，这个功能就是给音乐家开发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有1台，可能也没有很好听。你组个10台就会更好听，因为你都可以电脑控制嘛，联网同步猎鹰，说不定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那这就是整个Bamboo A1 mini 的算是全介绍。基本上从9月20号 pre-order 到大概10月9号吧，没记错的话。对，那价格最主要是我们所关心的可能是价格。那我们点选台湾之后，它的价格一台是459块。这个是 combo， 全部都有的情况下。对，那如果单买一边呢？只买1台，就299，300。对，300美啊。如果说我只买，看不到，但你可以扣掉一下。对，一台大概要229块。加起来怎么不是这样？对，它不是这样。那个，其实如果你有其他平台的网站，你可以点进去看，像什么东，
还什么什么宝，对，它有其他的那个平台的官方网站上面，对，它最近也有优惠，它有列它自己各自的价格。其实单买某一些部件大概就1万以内，两个一起买的话，就大概是上面提到的那个13000，可能15000左右，15000以内的这个价格，对。然后那个459其实就刚好就是跟 Prusa Mini 的半组价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对，半组价之后他会帮你组一半，你回来之后再组起来就可以。所以有没有针对性？超针对的吧？而且人家是多色哦，价格定的一模一样，而且又是触控萤幕，这是 bug 吧？而且它那个18×18×18，我们刚忘了把那个面积讲出来。对，其实它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可能就是第一个列面积太小，18×18×18。可是我觉得它这个价格、这个面积也算对得起它。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东西占这样子有点太大。对啊，我看到最常被喷的点大概就这两个。但我觉得，在我来看，这些其实也不算缺点。就是我觉得以家用来讲，譬如说今天如果学校老师想要买一台介绍 3D 列印机的设备放在学校，有人说就是以教育来讲，它很方便。以初学者方面来讲，它做的很 friendly， 对，因为它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调整，不需要手动，不需要一些太专业的介入。对，这个就相对来讲就方便很多。对，所以结论就是你觉得值得吗？你想买吗？你会推荐给谁吗？你看它的写轮眼这样子就好。没有，我觉得以价格来讲，它其实是真的还蛮漂亮的。然后它的设计来讲，我自己觉得 AMS 本身设计还算有设计感。但是 A1 Mini 本身来讲，我觉得看起来这个造型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但是它的功能很齐全。相对来讲，我觉得所有我在意的 P1P 上的功能，它这边其实都有。所以我觉得，以初学者应不应该买这台来讲，我觉得蛮推荐的。对，但是你不一定前3推荐。对，你不一定一定要买这个多色系统。但不一定推荐的其他的原因，可能是你不一定要多色。对，还有你可能需要的 size 不是18×18×18。对，但如果你能接受这些条件的话，其实推不推荐的话，我觉得蛮推荐的。对，因为我记得它的价格其实大概在7-8千块左右。就是你单论列印机，其实跟没有什么东西是它比不上的。对，它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竞争力的。对。那当然，你如果买了这台之后，你也只能配 AMS Lite。对。但如果对其他厂牌有一些始终，对，像我们自己本身就蛮喜欢 Prusa 这个产品的，始终想要支持，或者是有一些你觉得他们也不错啊，你不在意那些价格或 CP 值的话，对，你也是可以尝试看看。没错。好，所以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个部分。那大家有期待下一次是什么开箱影片吗？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可能会有一个叫什么卡什么？不知道。好，那我就是会有一台组合型的机器，那它是3合1的，那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好，拜拜。拜。